民國99年的10元硬幣一共有3種版別，其中一種數量特別少，收藏圈叫它關門幣，就是這陣子全台灣翻零錢包在找的那一枚。這支影片就是要教你怎麼認出它，還有它現在真正能換到多少錢。3種版別裡面，蔣渭水版跟蔣經國版的發行量都是5000萬枚上下，蔣中正版只發行了大約1個月就停了，發行量大約100萬枚，不到另外2版的1/50。2026年2月25日，一家電視台獨家報道，有一家雞排店貼出公告，拿這一種10元去付賬，可以當30元用。消息傳開之後，全台灣的零錢罐一罐一罐被倒了出來，你家裡那個零錢罐很可能就躺着幾枚民國99年的10元，認得出跟認不出，差的不是眼力，是知不知道要看哪裡。而且就算認對了，網絡上喊到破1000元，集郵社老板受訪卻說100元到200元就買得到，這中間差的5倍到10倍是怎麼來的？你不弄懂，一樣會吃虧。這就是今天要講清楚的事。我會用最白話的方式帶你把3件事弄懂。第一，民國99年為什麼會有3種不一樣的10元？第二，怎麼在3秒鐘之內認出手上這枚是哪一種？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網絡上喊到破1000的價錢，跟你真的拿去集郵社能換到的錢中間差了幾倍，這個落差是怎麼來的？前面2件事會讓你開心，第3件事可能會讓你有點失望，但是失望的那一段才是我最想跟你講的，因為那一段才是不會讓你吃虧的那一段。我們從頭說起，民國99年換算成西元就是2010年。那一年在台灣的錢幣史上是有一點特別的。一般來說，同一個面額、同一個年份的硬幣，長相就是同一個樣子。你口袋裡的10元跟我口袋裡的10元翻過來背過去都一樣。可是民國99年不是，那一年中央銀行前後發行了3種不一樣的10元硬幣，面額都是10元，年份都是民國99年，可是硬幣上面的人像不一樣。在收藏這一行，這種情況有一個講法，叫做版別。版別這2個字聽起來很專業，其實意思很簡單，就是同一種錢，因為圖案或者細節不一樣，被分成不同的版本。就像同一款電鍋出了白色跟紅色2種顏色，你會說那是2個版本，硬幣的版別就是這個意思。為什麼收藏的人這麼在意版別？因為版別會決定數量。同一個年份如果只有1種樣子，那全部的量就是全部的量。可是，一旦分成3種，數量就会被切開，切得平均，3種都一樣普通。切得不平均，其中1種特別少，那一種就會被特別注意。這就是接下來的重點。民國99年的10元一共有3個版別。第一個是蔣渭水版。蔣渭水是台灣近代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是醫師出身，在日本統治台灣的那個年代，投入社會運動，為台灣人爭取權益。台灣有不少路名跟紀念場所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你如果開過北宜之間那條高速公路，那條路的名字你就聽過。第二個是蔣經國版，這一位就不用我多介紹了。你們這個年紀的人對他的印象大概比對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都深。10大建設，經濟起飛，穿夾克下鄉，那個年代的物價跟薪水都跟他的名字綁在一起。第3個就是這次的主角蔣中正版，3個版別，3張不同的臉。那你可能會問，同一年為什麼要弄3種？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牽涉到那幾年的紀念幣發行安排，還有各種實際上的考量。我不想在這裡編一套聽起來很順，但是我沒有把握的說法給你聽。這種事情，官方的正式說法還是要以中央銀行跟中央造幣廠公告的資料為準。我只講我確定的部分。3種版別裡面，蔣渭水版跟蔣經國版的發行量都是5000萬枚上下這個等級，蔣中正版不是，蔣中正版的發行量大約是100萬枚。你先不要急着算，我幫你把這個差距講成一句人話，5000萬跟100萬中間差了50倍。換句話說，如果你手上有一枚民國99年的10元，光看幾率，你摸到蔣渭水版或蔣經國版的可能性遠遠高過摸到蔣中正版，高很多。這就是為什麼那一則雞排店的公告會讓那麼多人翻了老半天，
最後還是沒翻到。不是你眼睛不好，是本來就少。好，那要怎麼認？我建議你先做一件事，暫停一下，去把家裡的零錢罐拿過來，找出你手邊任何一枚10元，握在手上，跟着我一起看，會比你只用聽得清楚10倍。拿到了嗎？第一步，先看年份。10元硬幣有一面是印面額跟年份的，你把那一面朝上，找出中華民國幾年那幾個字。這一步是篩選，不是民國99年的，直接放回罐子裡，不用再看了。這一步就可以刷掉90%以上的硬幣，很快。眼睛如果看不清楚，2個方法，一個是拿到窗邊，自然光下面比日光燈清楚很多，另一個是用手機拍一張照，然後把照片放大來看。這一招我很推薦，年紀上來之後，用手機當放大鏡，比戴老花眼鏡眯着眼睛看舒服太多了。篩出民國99年的之後，第二步，翻面看人像。這一步是決定性的，3個版別的差別，最主要就在人像。3位人物本來就是3個不同的人，長相不一樣，神情不一樣，頭部的樣子也不一樣。你不需要去背什麼細節，你就看那張臉，看到臉，你大概就知道那是誰了。這一代的台灣人對這3張臉都不陌生，課本上看過，牆上掛過，郵票上印過，你只要把硬幣拿正，光線打足，多半可以認出來。真的拿不準的，一樣，手機拍照放大，或者拿去給認識的人看一眼，這種事情不用不好意思問。第3步是很多人在網絡上會講的邊齒跟手感。邊齒就是硬幣側面那一圈一條一條的紋路，你用手指甲沿着側邊劃一圈，會有卡卡的觸感，那個就是邊齒。我要在這裡講一句老實話，邊齒跟手感這件事，我不建議你當成判斷的主要依據。原因有2個。第一，硬幣在市面上流通那麼多年，被摸過幾千次、幾萬次，邊齒早就磨掉一部分了。同一個版別的2枚硬幣，一枚在銀行金庫躺着，一枚在計程車司機的零錢盒裡滾了10年，手感會差很多。第二，你如果拿手感當主要標準，很容易被自己的期待騙。人一旦很想要某個答案，摸起來就會覺得好像有一點不一樣。所以順序要對，先看年份，篩掉大部分，再看人像，這是關鍵。邊齒跟手感，最後才拿來輔助參考。3秒鐘就是這樣來的，年份1秒，人像2秒。我再教你一個很實用的做法，是關於怎麼翻比較不累。不要一次全部倒出來，一整罐嘩啦倒在桌上，你翻到一半會頭昏，而且很容易漏掉。用抓的，一次抓一小把，大概230枚，放在桌子的左邊。翻完一枚，往右邊推，左邊清空了，再抓下一把。這樣做有2個好處，一個是你永遠知道自己翻到哪裡了，中間被電話打斷也不會亂掉。另一個是眼睛不會那麼累，因為你的視線範圍一直是小的。還有，找一塊深色的布或者一張深色的紙墊在桌上，硬幣放在深色底上，字會跳出來，比放在白色餐桌上清楚很多。這一招是老收藏的人在用的，很簡單，但是差很多。光線也很重要，不要在晚上開一盞黃燈翻，最好是白天靠窗，讓自然光斜斜的照過來。斜光會讓硬幣上的凹凸產生陰影，字反而更立體。如果家裡有孫子在，可以叫他們一起來。這種事情小朋友最愛做，而且他們的眼睛比我們好太多了。一整個下午，一家人圍着一堆零錢，那個氣氛本身就很不錯。還有一件事，我必須先講在前面，講晚了就來不及了。如果你真的翻到一枚看起來不一樣的，千萬不要洗它，不要用牙膏刷，不要用清潔劑泡，不要拿菜瓜布擦，不要用醋，不要用鹽巴。我知道那個衝動，硬幣黑黑髒髒的，你會很想把它弄乾淨一點，看起來比較漂亮。但是在收藏這一行，你把它擦亮的那一刻，價值就掉下去了。這件事後面我會講得更清楚，你先記住這一句就好。看到了就放着，不要動它。現在講關門幣這3個字，這個名字你在新聞或者網絡上大概有看到，它不是官方的名稱，中央銀行不會這樣講，它是收藏圈裡面自己傳出來的叫法。意思是什麼？蔣中正版這一款10元發行的期間非常短，大約只有1個月左右就停止發行了。
1個月，你想想看，1個月是什麼概念？你家的瓦斯費賬單還沒寄來，這款硬幣就已經不再發了。門開了，1個月關上，所以叫關門幣。發行期間短，直接的結果就是數量少。前面講過，另外2個版別各是5000萬枚上下的等級，蔣中正版大約100萬枚，不到另外2版的1/50。我用你熟悉的東西來換算一下，你就有感覺了。假設一個菜市場，早上有5000個人經過，裡面有100個人手上拿着同一款雨傘，那你一定看得到。可是如果5000個人裡面只有2個人拿那款傘，你在人群裡站一個早上，很可能一次都沒遇到。100萬枚硬幣聽起來很多，但是攤在全台灣2000多萬人身上，攤在10幾年的流通裡面，攤到每一個家庭的零錢罐裡，就變得很稀。而且還有一件事是很多人沒想到的，這100萬枚不是全部都還在，硬幣是拿來用的，有的掉進沙發縫，有的滾到床底下，有的丟進投幣機再也沒出來，有的被小朋友拿去玩不見了，有的被人當紀念收起來，從此不再流通。所以現在市面上真正還在賺的，會比原本的數字更少。這就是為什麼那一則雞排店的公告會讓那麼多人翻不到，也是為什麼那一則公告本身會變成新聞。它稀有是真的，但是接下來這一段你一定要聽完，因為稀有跟值錢是2件不完全一樣的事。那一陣子網絡上出現很多喊價，有人在拍賣平台上掛出民國99年的蔣中正版10元，標價喊到破1000元。1000元，你想想看，一枚10元的硬幣翻了100倍，看到這種數字，人的心跳會加快，這很正常。可是同一段時間，有一位集郵社的老闆，姓許，叫做許耀芳，他在受訪的時候講得很直白，他說在市場上大概花100元到200元就買得到了。100元到200元，跟網絡上喊的1000元差了5倍到10倍，差在哪裡？差在喊價，不是成交價。這句話請你記住，它不只適用在硬幣上，它適用在你這輩子會碰到的每一種買賣。我把1000元換算成你熟悉的東西，你先感受一下這個數字。1000元差不多是一趟認真買的菜錢，一家人吃3-4天，也大概是一次不算貴的家庭聚餐。200元呢？200元是一碗麵加一盤小菜，或者一次計程車的短程車資。一枚硬幣從一碗麵變成一家人的3天菜錢，中間差的那一段不是價值，是期待。喊價是賣的人自己填上去的一個數字，他要喊多少，沒有人管得着。他可以喊1000，也可以喊1萬，掛在那裡不用成本，掛1年賣不掉也不會怎樣。成交價是真的有人把錢掏出來的那個數字，這中間的距離有時候大得嚇人。你去看房子的時候，有沒有遇過屋主開價1200萬，你回頭去查那一棟同樣坪數的，前1個月成交價是960萬，開價跟成交中間差了200多萬。硬幣也是一樣的道理，只是因為金額小，很多人不會去查，看到那個數字就相信了。還有第2個原因，網絡上的喊價很多是喊給特定的人看的。熱潮起來的時候，市場上會出現一批完全不懂行情，但是很想買到的人。有人手癢，有人是要送給孫子當禮物，有人就是覺得好玩。這些人不會去比價，看到有貨就下標。賣的人知道這件事，所以他敢喊。熱潮一過，那些人退場了，價錢就會回到原本的位置。那你要怎麼自己判斷？我教你一個方法，不難。在拍賣平台上，除了看正在賣的價錢，還可以看已經賣掉的記錄。已經賣掉的那個數字才是真的有人付過的錢。正在賣的是願望，已經賣掉的是事實。只看願望，你會誤判。如果你自己不會操作，就找家裡年輕一輩幫你查一下，跟他說，我不要看在賣的，我要看已經成交的。他一聽就懂了。這個動作花不到5分鐘，可是他會把你從一個很危險的位置拉回到地面上。我要在這裡把幾句話講得非常清楚，因為這關係到你的錢。第一，我剛剛講的100元到200元是集郵社老闆在受訪時講的說法，那是收藏圈裡面流通的價位，不是官方定價，
中央銀行不會告訴你這枚硬幣值多少錢，它的法定面額永遠就是10元。第二，那不是保證收購價，沒有任何人保證你拿去就一定收得到那個價錢，行情會變。2026年上半年那一波熱潮的價位跟現在不一定一樣。第三，我完全沒有在建議你去買，這一點我要講的重一點。熱潮的時候去買進是最容易吃虧的做法，因為熱潮的時候價錢在最高點，等大家不談了，價錢往下掉，你手上那一枚要賣給誰？如果你是從自己家裡的零錢罐翻到的，那很好，那是意外的驚喜，1毛錢成本都沒有。如果你是看到新聞才跑去花錢買的，那就不是撿到，那是接手。這2件事差很多。接下來講品相，品相這2個字在收藏圈裡面分量非常重。同樣一枚硬幣，品相好跟品相差，價錢可以差好幾倍。品相是什麼？白話講，就是這枚硬幣現在的狀況，有幾個東西會影響它。第一個是流通痕，硬幣在市面上流通，會跟其他硬幣互相摩擦，會被指甲刮到，會在收銀機裡面滾來滾去，時間久了，凸起來的地方會磨平，表面會出現一條一條細細的刮痕，這些就叫流通痕。你把硬幣拿到光線下面，稍微轉一下角度，那些細紋就會跑出來。流通痕越少，品相越好。第二個是氧化，金屬放久了會變色，這是自然的，有的地方會發黑，有的地方會出現一層暗暗的膜。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很多人搞錯，自然形成的氧化層在收藏圈裡面不見得是壞事，老東西本來就該有老東西的樣子，有些收藏的人反而喜歡那一層自然的痕跡，因為那證明它沒有被動過手腳。真正的壞事是你把它擦掉，你拿牙膏刷，拿清潔劑泡，硬幣是會亮起來沒錯，可是懂行的人一眼就看得出來，因為擦過的表面光澤是死的，是一種假亮，而且擦的過程一定會留下新的細刮痕，那個叫做清洗痕。一枚硬幣一旦被判定清洗過，價值就往下掉，而且這件事沒有辦法回頭，所以我前面才會一直講，看到了放着就好。第三個是保存的方式，收藏圈裡面有一個講法叫做未使用品，這4個字聽起來很直觀，但是它的意思比你想的嚴格。未使用品的意思是，這枚硬幣從造幣廠出來之後，從來沒有真正進入流通，沒有被人當錢花過，沒有在口袋裡跟鑰匙撞在一起，沒有被收銀機找零過，表面的光澤還是它剛做出來的那個樣子。有些是原本就整卷整盒封着沒有拆開，有些是一發行就被收起來了。這種狀態跟你從零錢罐裡翻出來的那一枚是完全不同的等級。我講這個不是要打擊你，我講這個是要讓你有正確的預期。從家裡零錢罐翻出來的硬幣幾乎不可能是未使用品，它一定被用過，一定有流通痕。所以你不要拿網絡上那些光可見人的照片來想象自己手上這一枚可以賣多少，那是不同的東西。那要怎麼放？我講幾個很實際的，不要用膠帶。有些人會把硬幣用膠帶粘在紙板上，覺得這樣不會掉。時間久了，膠帶的粘膠會滲進金屬表面，留下一塊黃黃的痕跡，那個弄不掉。不要打洞，不要串起來當項鏈，不要拿去磨平做戒指。這些事情聽起來像玩笑，可是真的有人做，做了就回不去了。不要跟其他硬幣擠在一起，硬幣跟硬幣互相摩擦，就是在制造新的刮痕。比較好的做法很簡單，一枚一枚分開放，用小的夾鏈袋或者藥局裝藥的那種小紙袋都可以。放進去之後，收在乾燥的地方。台灣濕氣重，尤其是南部跟靠海的地方，抽屜裡如果有那種吸濕的小包，順手丟一包進去。還有，不要放在浴室附近，不要放在陽台，不要放在窗邊，會曬到太陽的位置。最後一件事，很多人會忘記，跟家人講一聲，你把東西收得太好，收在一個只有你知道的地方，然後過了幾年自己也忘了，等到有一天房子在整理，那個小紙袋被當成垃圾丟掉。這種故事我聽過太多次了，不只是硬幣、金飾、老照片、印章、地契都發生過。收好，然後說出來，這2件事要一起做。那如果你真的想脫手，
該怎麼走。我把幾條路攤開來給你看，還有各自的問題。第一條，集郵社或者錢幣社，這是最直接的。你拿着東西走進去，老闆看一眼，開一個價，你答應就成交，當場拿錢。好處是快，而且不會有後續糾紛。代價是價錢，店家是要賺價差的，他跟你收進來之後要賣出去，所以他開給你的價一定會低於他之後賣出去的價。這不是他黑心，這是他的生意。第二條，幣商跟集郵社類似，有的是店面，有的是私下交易。有些幣商專門收特定的東西，遇到對的人，價錢會好一點。問題是你不一定認識，而且私下交易，如果對方不老實，你事後很難處理。第三條，網絡平台理論上價錢最高，因為你直接面對買家，中間沒有人抽，但是實際上要處理的事情很多。你要自己拍照，照片拍不好沒人看，你要寫說明，寫錯了會被客訴，你要包裝，跑郵局，寄出去，平台要抽成，有的還要收上架費。買家收到之後說東西跟照片不一樣，要退貨，你要跟他來回溝通。還有一種情況，我一定要提醒你，賣家先要求你把東西寄出去，說收到之後才付款，或者說要先付一筆手續費、保證金、開通費，才能撥款給你。這種話一出現就不要再談了。正常的交易不會這樣。還有一種情況也要小心，有人在通訊軟體上跟你說，他專門在收這個，價錢開得比市面高很多，叫你先加他的賬號私下談，價錢開得比別人高很多，這件事本身就要打問號。做生意的人不會做賠本的事，他願意出高於行情的價，通常後面接着的不是好消息，可能是要你先付一筆什麼費用，可能是要你提供個人資料，也可能東西寄過去就沒有下文了。如果真的要當面交易，我建議3件事。第一，約在人多的地方，銀行門口、警察局附近，有監視器的超商，都比對方指定的地點好。第二，帶一個人一起去，2個人的時候，人比較不容易被說服，而且旁邊有人，你會比較冷靜。第三，不滿意就直接走，你沒有義務因為對方看了很久，講了很多，就一定要賣。開口說我再考慮一下，然後走出去，這句話不會得罪任何人。我最後給你的建議只有一句，先問3家，不要看到第一個開的價就急着點頭，也不要一走進店裡就說我要賣。你可以這樣講，老闆，我家裡翻到一枚，想問一下現在大概是什麼行情？問行情跟說我要賣得到的答案常常不一樣。問完3家，你心裡就有一個範圍了，有了範圍，你就不會被單一個人的說法牽着走。這一招不只用在硬幣，你賣金子、賣舊手錶、賣老家具都一樣好用。最後，我們把眼光放寬一點，既然零錢罐都倒出來了，家裡的10元還有沒有別的值得留下來？有的，一個是千禧年的紀念幣，那一枚是在民國89年7月15日發行的紀念性流通10元，上面有龍的圖案，很多人習慣叫它龍幣。那是為了迎接2000年這個特別的年份發行的。當年那一批，很多人家裡都有，爸爸媽媽拿去銀行換了一整袋回來，一個孫子發一枚。你如果去翻老家的抽屜，說不定紅包袋裡就躺着幾枚。至於現在值多少，我看到的說法是，二手市場上普遍高過100元。另外，一般的紀念性10元，成交大概在30幾元這個區間。這幾個數字，我要老實跟你說，他們是媒體報道跟賣家開出來的說法，不是官方的價目表，而且那是2026年上半年那個時間點的行情。行情會走，今天講的數字，過1年可能就不一樣了。所以你聽這幾個數字的方式，應該是聽一個大概的位置，不是把它當成一張支票。而且龍幣還有一件事跟蔣中正版不一樣，當年它是拿來給大家換的，很多人一換就是一整袋，所以它的數量跟只發了1個月的那一款完全不是同一個等級。數量多的東西價錢就穩，但是也不會高到哪裡去，這一點你要有心理準備。有些人翻到龍幣會很興奮，以為挖到寶了，它有它的位置，可是它不是那種一枚抵過1個月退休金的東西，它比較像是一個時代的紀念品。2000年那個跨年，
很多人是有記憶的，留一枚在身邊，是留一段日子，不是留一筆錢。還有一個東西你可以留意，就是特別年份的一般10元。有些年份因為當年鑄造的數量比較少，在收藏的人眼中會比其他年份稍微搶手一點。這個要看資料才準，我不在這裡背數字給你聽。我想講的重點不是哪一年，是這個習慣。從今天開始，你每次找零收到10元，順手翻一下年份，花不到1秒鐘，翻到民國99年的，多看一眼人像，就這樣而已。不用專程去哪裡找，不用花錢買，不用開戶頭，就是把一個原本不看的東西多看一眼。講到這裡，我想跟你講一件跟錢沒什麼關係的事。那一波翻零錢包的熱潮，最後真正翻到獎中正版的人其實很少，絕大多數人翻了半天，倒回罐子裡就算了。可是我覺得那個下午沒有白費，因為很多人是那一天才知道，原來自己每天在用的10元背後還有這些事。原來民國99年那一年，同時有3張不同的臉在市面上流通。原來有一款只發了1個月就停了。原來一個東西稀有跟一個東西值錢，中間隔着一段很長的距離。原來別人喊的價跟你真的拿得到的錢可以差5倍到10倍。這些事情你今天弄懂了，它們的用處不會只在硬幣上。以後不管你在哪裡聽到有人跟你說這個東西現在很稀有，網絡上都喊到多少多少了，你腦子裡就會多出一個問題，那實際成交是多少？問得出這一句話的人一輩子少吃很多虧。至於那枚關門幣，它可能不在你家，也可能它就躺在你抽屜最裡面那個舊鐵盒裡，蓋着一層灰，安安靜靜的待了10幾年，反正它跑不掉。哪天你有空泡一杯茶，把罐子倒出來慢慢翻，翻到了是驚喜，翻不到你也已經比昨天多懂了一件事，那個下午就不算白過。